说灭世界的5年里，世界改变了太多，有些人的晚辈变成了长辈，而有些人归来后失去了家庭。旧英雄们分道扬镳，各自过上了平凡的生活。那一天，美国队长选择早该属于他的生活，史蒂夫将美队精神传递给了山姆，他的挚友伙伴。震金盾牌坚硬无比，轻盈趁手，对山姆来说却比任何东西都沉重。他始终认为自己没有资格继承美国队长的衣钵。与史蒂夫最后的对话不停地在他耳边环绕。与灭霸的大战过去了6个月，山姆加入了美国空军，一个名叫 LAF 的组织，试图把当今的世界变成一个没有国界、没有边界的世界，在这动荡之中寻得利益。今天的任务是寻找失联的飞机，军方怀疑飞机已经被 LAF 劫持。卫星显示飞机即将出现在突尼斯上空，而不远处就是利比亚的境内。军方来不及派人支援，猎鹰更加灵活，便于执行任务。地面上的托雷斯中尉负责提供援助。很快，山姆就追上了失联的飞机，果然已经被劫持，上面只剩一名上尉瓦森还活着，被当作了人质。山姆派出红翼边缘干看，自己顺利进入飞机，与众多恐怖分子展开战斗。交火中，飞行员暴毙，整架运输机失控下坠，机舱内山姆失去了优势，敌人趁机穿上滑翔衣先走一步，并带走了瓦森。巴托克一直阻挠山姆的行动，山姆只能放弃飞机，优先救人。先来了波托尼在钢铁衣的操作，与最后4人在峡谷中来了场惊魂追击战。LAF 的支援很快赶到，好在他有红翼支援。娜塔莎如果还在的话，也该夸夸他了。对方恐怖分子没有什么不杀之势，这一路上 LAF 的成员死伤惨重，几人逃到了直升机，准备飞到利比亚境内。这样的话，美国空军就无权记住，更不能实施抓捕。过程中，红翼为山姆挡下一击，以他们的速度进入利比亚只需要90秒，山姆要在这段时间内救回瓦森极其困难。何况对方不停地派物资骚扰，军方命令山姆尽快撤退，另想办法，而他反手来了个骚操作。不仅救回了瓦森，还让 LAF 损失惨重。回到突尼斯，山姆日常修复着红翼，军方的工程师搞不明白斯塔克级别的技术，所以装备的维修工作只有复联成员山姆自己进行。走到哪儿都会遇到复仇者的粉丝，毕竟是他们让宇宙半数人口违规。托雷斯最近潜入了一个叫做碎骑者 App 群里，里面经常发布一些任务，其中碎骑者的老大最近就会有行动。另外 LAF 要的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，不少人都赞同这种想法，自然也就有了追随者。托雷斯和所有人一样，很好奇史蒂夫现在在干什么，网上都在传他待在一个月球上的基地，默默地观察着地球上发生的事儿。对于这些留言，山姆没有回答。华府内举办了一场特别的仪式，战争机器罗德也参与其中。这场仪式关乎着山姆的决定，世人都认为他会成为下一代美国队长，而他自认不配，选择把盾牌上交国家。美国队长的意志没有人拥有，和老兄弟叙旧的过程仿佛一切回到了当年，人心难测，世界混乱。这个时代没有一个像这样的英雄出来挽救大局，他们怀念在复联的那段光辉岁月。完工后，山姆回到了家乡，一场朔灭，侄子们都长大了，姐姐也沧桑了不少。他在外面干着拯救世界的工作，而家人们还在为一口饭奔波着。家里穷的1个月赚5块钱还得倒贴10块钱，姐姐萨拉都想把祖传的破渔船给卖了补贴。山姆是复仇者还是国家英雄，其实很容易能帮到姐姐，但萨拉早就与他达成过协议，父母过世后，山姆主外他主内，家里的一切由自己决定。这5年来他就是这么过来的。一再商量后，萨拉才同意不卖渔船。转日一早，一家人早早就准备好了，山姆要带着姐姐去银行贷款，姐燃眉之急。员工还没有看完信用记录，就发现了眼前这人是复仇者，先白嫖一张合影再说。他就好奇一件事，钢铁侠在世的时候会不会给你们发工资？这才知道超级英雄们的苦衷，多数都是靠着慈善来糊口，老百姓们少一口饭吃。绕了半天，员工也只能拒绝贷款，因为5年来萨拉一家都没有过正常的收入，当初山姆被朔灭也就更没有了。姐弟俩被人拒绝，
刚要重新开始的生活就遭到了打击。山姆不愿意放弃，他也绝不会卖掉家人遗产，就算跑遍所有银行也要试试。回去后，他着手维修渔船，说不定修好了还能够租出去赚一笔。然而这个老东西是一点也不给力啊！难以想象这5年来姐姐是怎么把侄子们拉扯长大的。此时托雷斯来到了瑞士，app上说今天晚上碎弃者会抢劫银行，不少支持者赶来干扰警方。托雷斯把戏眼族也戴上了面具，这碎弃者老大明显就不是常人呢，力量之大难以抗衡，再加上有这么多路人分散注意力，托雷斯被对方一招制服，当场昏迷。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联系山姆，不仅挂了彩，还让对方拿着钱跑了。这次行动亏得不行啊！视频里这个人不仅让山姆想到了一个老朋友，一家酒店内抢捕之后杀出一个蒙面人，正是冬日战士。他奉九头蛇之名前来行刺目标，这一系列行为都被一个路人目睹，吓得男人浑身发抖，恳求冬日战士放过自己。可回应他的只有一发子弹。巴基猛然惊醒，又是一场关于过去的噩梦。他已经被政府赦免，现在是一个普通人。100年来的经历让巴基患上了 PTSD， 每晚都会做噩梦。政府派了心理医生为他治疗，但巴基却一直不承认噩梦的事儿。他被赦免时约法3章。第一，不能违法；第二，不能伤人；第三，自我救赎。医生再三追问下，巴基说出了那件事当挡箭牌。他抓捕了一个参议员，对方是9头蛇的漏网之鱼。为了遵守3章，巴基远程控制了对方的车，将其强行停在报警的地方等着。对方掏枪，巴基还手处于正当防卫，谨慎的不行啊！他始终不愿意敞开心扉，也不去结交新朋友。山姆的来电他全都没有接，巴基搬回了布鲁克林，那里是他从小和史蒂夫长大的地方，唯一的一个朋友却是年近100岁的尤里。话说他们这叫同龄人。尤里是个日本人，巴基请他到附近的日料吃饭，尤里还帮他撩起了女店员。女孩一看巴基的长相，那不得当场答应啊，相约晚上10点下班后见面。尤里也是个悲惨的人，他的儿子在一次出国工作时惨遭杀害，警方那边不了了之，但尤里清楚儿子的死必有蹊跷。转眼到了晚上10点，巴基准时赶到店里，用着1940几年的方式约会，活生生一个100年老直男呢。两人玩起了酒桌小游戏，巴基一局也没赢过，也幸亏啊他酒量凑合。就这样他们边玩边了解了对方，聊到尤里已故的儿子，巴基的 PTSD 当场就犯了，因为当年他执行任务时枪杀的路人就是尤里的儿子。他一直后悔，想靠陪伴弥补尤里，可巴基又不敢说出真相，怕失去这份友情，让他变得极其纠结。就在此时，电视上一则新闻震惊了世界。在这场直播中，美国政府称国家需要一个英雄，一个能鼓舞所有人的英雄，所以他们宣布了新任美国队长的身份。这背影，这特写，如果不是看到最后，我差点泪目啊！看到最后我也泪目了，那是把我给丑哭了呀！果然如主创所说，猎鹰与冬兵更靠近美国队长2，开头的跳击，中途殴打巴托克，全部都是美队2的桥段。果然成为美国队长的人都要做到没有降落伞跳击。总的来说呢，第一集内容不错，开头的动作戏到位，还诠释了超级英雄们的苦逼日常生活。毕竟不是谁都是斯塔克，家产万贯，没有像蜘蛛侠当初那样捡垃圾也不错了。复仇者联盟这个组织看来也是名存实亡，死的死，散的散。在空军部队里一直跟山姆要好的托雷斯是第2任猎鹰，从他想帮忙鼓捣出红翼就能看出，山姆接过队长衣钵后，托雷斯肯定会成为下一代猎鹰。另外可以断定，老年史蒂夫没有死，网上都流传他去了月球，也就证明了 MCU 里还是存在这个人的。看来剧本的高潮还是得在象神2组会面之后。而旺达幻视也告诉我们，不要期待任何人的客串，起码也得让罗德穿下战甲吧。这里不得不提一句，博士，你怎么常年活在台词里啊？猎鹰与冬兵发生在朔灭事件6个月后，是旺达幻视之后的时间线，后续还会如何发展，就等每周5了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